1986年8月22日清晨，喀麦隆西北部尼奥斯湖旁边的人看到一个很怪的现场。怪在哪？村子还在，房子没塌，墙没倒，有些人家桌上的饭甚至还没吃完。这不像灾后现场，像所有人突然被按了暂时。更怪的是，很多人不是倒在逃跑路上，有的人还在床上，有的人像是刚要开始一天的生活。所以他们不是看到灾难来了以后没跑掉，是根本没来得及知道灾难来了。周围几个村子都是这种情况，调查人员把人数一点点合起来，才得到那个数字。最后统计，一夜之间1746死亡，附近大约3500头牲畜也倒得和穷一片区域。等一下，如果是洪水，房子会被冲；如果是爆炸，墙会塌。可这里东西没坏，人没了。对，所以当时大家第一反应不会去怀疑湖，人们更容易想到传变病、投毒、火山或者化学武器，因为能让这么多人倒下的东西，正常应该很明显。但尼奥斯湖最反常的地方就在这里。真正出问题的不是房子，不是道路，也不是湖水冲上岸，那是什么？是空气。空气。后来调查指向一个答案，那一夜真正夺走呼吸的是二手罩。就我们平时呼出来那个。对，二手罩本身不稀奇，可一旦浓度高到把正常空气挤走，人就会很快失去意识。所以它不是像毒药那样有一点就死，是量太大，把人能呼吸的空气换掉了。对，你可以先记住这一句。尼奥斯湖那一夜不是水淹了村子，是空气被那一种空气淹掉了。但我还是卡住，二条角马为什么会从湖里出来？湖里不是水吗？这就要看湖底。尼奥斯湖下面有地下岩浆系统，注意，不是说那天晚上火山爆炸，而是地下长期在释放二土渣，像地底一直在漏气。对，这些二床山慢慢进入湖底深水。可气不是会往上冒吗？为什么能留在下面？因为水越深，压力越大，气体在深水里会被压住，溶在水里。像汽水，气在瓶子里，但瓶盖没开，它就先待在里面。这个比率很准。更麻烦的是，尼奥斯湖的上下层湖水不太容易混合，也就是说，上面的水不会经常把下面搅上来。对，上层水像一个盖子，下面那层深水就像一瓶一直没打开的汽水。所以湖面看起来很安静，但底下其实一直在充气。对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研究人员后来认为，湖底的气至少经历了几十年。所以它不是突然变危险，是危险一直在惨，只是没人看见。对，尼奥斯湖表面是一面水，下面却像一个被盖住的气瓶。那这个气瓶后来怎么开的？那一夜有某种扰动让深层湖水开始往上翻，具体是哪一下后面再讲。我们先把已经能讲清楚的部分讲完。好，先看盖子被碰开以后发生了什么。深层湖水一往上走，压力就下降，压力一降，原本溶在水里的二头浑水开始大量冒出来。还是汽水那个逻辑，一开盖气就往外冲。对，只是这次不是一瓶汽水，是一整座湖。那气出来以后不是应该往天上散吗？关键就在这里，二涂怕比空气重，它不会像热烟一样往上飘，它会贴着地面，顺着低处走。低处就是山谷、洼地、村路那些地方。对，它沿着地形往下流，没颜色，没有明显烟雾，也没有火光，所以人看不到它，但它已经在脚边了。对，它像一层透明洪水，最远影响到大约25公里外。透明洪水这个词我现在听懂了，不是形容词，是它真的像水一样往低处漫。对，高浓度环境下人会很快失去意识，有些说法会写成几秒到10几秒这个量级。那不是跑不跑得掉的问题，是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该跑。所以第二天的现场才那么诡异，房子还在，饭还在，但低处的呼吸被整片拿走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湖水没有淹村子，是空气淹了村子。对，但这只是后来拼出的过程，当时没有人站在现场看见这条气怎么走。那调查人员怎么确定真的是湖底那层水翻上来了？第二天，湖自己留下了一个很明显的线索，湖面变红了。红色的湖？对，不是超自然，是深层湖水翻上来以后，里面的铁接触氧气发生氧化，湖面就出现了铁锁一样的红色。等于湖面变红是在告诉个咱，底下的水真的上来过。对，后来调查人员还看尸体位置、村官分布、湖水成分和幸存者证词。他们不是看到了灾难发生，是靠灾难留下的痕迹往回推。对，他们先排除火山直接爆发，因为现场没有典型喷发破坏，所以不是火山当晚炸开湖，更像是地下长期供气，湖底长期存气，某一下打破平衡，然后二手脉从湖里释放出来。火山系统还在故事里，但它不是当晚冲出来的凶手，它更像长期给湖底充气的后台。对，后来这种现象有了名字，湖户喷发。有名字以后，它才不只是怪事，它变成一种可以被研究的灾害。但这个名字来得太晚了，
因为在尼欧斯湖之前，2年前已经有过一次预缴。就是另一座湖。对，1984年喀麦隆的莫农湖，那一夜37死人亡，数字比尼奥斯湖小很多，但现场模式已经像了。人和牲畜突然死亡，村庄没有被摧毁，现场也不像普通爆炸。还是东西都在，人没了。对，可当时大家还没有湖国喷发这个清晰概念，人们更容易往熟悉的方向想：袭击、传染病、毒气、化学武器。所以不是完全没有预警，是预警来了，但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莫农湖像第一次敲门，声音不够大，也没有被真正翻译出来。年后，尼奥斯湖就不是敲门了，是把门撞开。对，这一次世界终于看见了，但代价是1746条人命。那知道原因以后，下一步就是把气放掉。对，因为湖底剩下的气还在那里。这听起来像拆炸弹，只是这个炸弹是一座湖。工程师后来做的事，直白说就是给湖插排气管。怎么排？把管子插进深水层，把含气的湖水引上来，水一上升，压力下降，二水满就开始冒泡，气泡又会把更多深水往上带。等于一旦排起来，湖自己也会帮着往外吐气。对，1995年莫农湖先做去气实验，2001年尼欧斯湖才装上第一根永久去气塔，那根管子大约深入203米。203米，不是在湖边放个小水泡，是直接插到危险那一层。后来尼奥斯湖又增加新的去气塔，到后来去气速度才逐渐接近2升多自然临界的速度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排一点就结束，你得长期排，排到它散不过你。对，灾难可以一夜发生，但修复要按地球的速度来。人类花几十年做的事，其实是在跟一座湖的呼吸节奏对抗。而且尼奥斯湖还不是最麻烦的那座，还有更麻烦的，有基武湖，它也是这种会藏气的湖。是，而且规模大得多。资料里写过，基武湖底大约有300立方公里二重北，还有大约60立方公里钾氖。钾囊一出来，事情就变了，因为它不只是危险，还是燃料。对，卢旺达已经从基沃湖底抽取钾氖发电。卢旺达官方页面现在写，基瓦特和西马电力这2个湖底甲满发电项目合起来最高可以到92兆瓦。所以这不是一句危险，别碰，能解决的。它已经接近电碾了。对，基武湖周边常被讨论的影响人口是100万级，很多人会用约200万人这个数字形容它的风险尺度。尼奥斯湖是一个村庄被空气淹了，基沃湖是很多人的生活压在一层看不见气上。这就是基务湖最不舒服的地方，危险不是远处的怪物，危险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家在那里，工作在那里，店也在那里。对，所以这个故事到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自在排塞，它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人类会不会把生活建在自己看不见的地形上？你现在说这个，我就能听懂了。前面讲完我才明白，为什么你一直说看不见的地形。对，尼奥斯湖真正撕开的尝试，不只是湖会喷气，而是空气也有地形。空气也有地形，这句话现在才成立。我们平时以为地形是脚下的东西，山谷、河道、洼地，水会顺着它走。可尼奥斯湖那一夜是空气顺着它走。对，二叔顺比空气重，它就沿着低处流。谁住在低处，谁就像住在一条看不见的河床里。所以那不是随机杀人，它是照着一张看不见的地图走。尼奥斯湖像是把这张地图亮了1秒，亮完以后1746个人没了。这个比湖怪吓人，湖怪还要出来找人。这条空气河不用找，你住在河床里，它就会经过你。所以我觉得尼奥斯湖不是一个普通灾难故事，它向地球给人类看一看隐藏图层。隐藏图层？对，平时你看到是山水、房子、村庄，可下面还有气体的图层。这张图上标的不是路，是哪里会积气，哪里会流动，哪里会在某一秒变成死路。平时这张图不显示，出事的时候才突然亮出来。而最麻烦的是，我们不只住在这张图上，我们还会在上面建电站。这就是基沃湖。对，尼奥斯湖告诉我们空气会淹死人，基沃湖告诉我们人类会把插落接在地球的排气口上。但还有一个地方没讲完，尼奥斯湖那一夜最开始到底是谁碰了开关？这就是到现在都没完全钉死的问题。后面的链条我们已经听懂了，地下供气，湖底存气，深水上翻，气体释放，再顺着低处流出去。对，可第一下是什么？现在主要怀疑哪几种？山体滑坡、卫星地震或者湖底小规模火山活动，3个都像能碰到瓶盖，但没有一个被彻底证明。因为那一夜没有完整监测，没有现场录像，最关键的第1秒没有被记录下来。这比完全不知道还难受。后面的河道都画出来了，就是不知道第一滴水从哪开始流。而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，第1秒决定下一次该防什么。如果是微震，就要盯震动；如果是湖底活动，就要盯湖底。对，一个灾难的开头没被记录，
人类就只能盯着结尾去猜开头。所以尼奥斯湖留下的不只是死亡数字，还有一个没拍到的开关。如果把3座湖放在一起看，莫农湖是第一次敲门，尼奥斯湖是门被撞开，基伍湖是门后面还有很多人在生活。第一次没人听懂，第二次付出代价，第三次听懂了，但不能简单离开。这就是最现代的恐怖。现代在哪？古老的恐怖是人不知道危险在哪里，现代的恐怖是人知道危险在哪里，然后把生活接了上去。坐在火药桶上开灯。更准确一点，是在一条看不见的空气河上建村庄、建电站、建生活。那你说人类是胆子太大，还是根本没得选？如果你住在基沃湖边，你知道湖底有危险，但你的家、工作和店都在那里。你会离开，还是继续开灯？我以前也觉得当然走，但现在不敢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住在某种看不见的地形上，只是它还没亮给我们看。你觉得1986年那一夜，最可能是谁碰了开关？山崩、微震还是湖底火山？也可以把你的选择留在评论区。我还得缓一下，以后看到很安静的湖，我可能更害怕。